哥，你就让伊人姐回来嘛，就算她有错，你扣她工资，扣她奖金，实在不行罚她钱，你也别搞得开除这么严重嘛。顾波，当初你爸入股方圆，我们可是有君子协定的。你爸绝不干涉公司的运营和我的决定，他没告诉你吗？我知道，我也不是说要干涉你的决定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你管好你自己吧。当初你爸让你出国留学，你非要来方圆实习，既然来了，就应该把心思放在设计上，好好跟着同事虚心学习，不该管的别瞎操心。也不是我要管，可是我答应了夏地。原来是为了下地啊？那你爸知道你放着正事不做，只顾追女孩吗？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提我爸？当初要不是我一心崇拜你，也不可能一直缠着他让他入股方圆。你要是后悔了，随时可以让你爸撤资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哎呀，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？是许玉人是有错，但谁没犯过错啊？而且他现在很后悔了。你知道吗？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，辛辛苦苦做了影视公园主体建筑的模型，就是为了能够让华星的黄总看一眼你的设计。他真的很努力的在弥补了，你就不能再多给他一次机会吗？有些错可以弥补，但有些不能。完了，这怎么办啊？怎么向夏地交代呀？莎莎，依然，你还好吗？我啊，挺好的。谢谢你啊，还能给我打这个电话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怎么了，依然？啊，没事儿，刚刚不小心撞了我一下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华星公司楼下呢。上次不是因为我公司丢了华星这个项目吗？所以我就想来看看黄总能不能再给公司一个机会。你都走了，还管这些干什么？祸是我闯的，我当然得弥补了。不管我在不在，我都得这么做。啊，对了，听说你现在是方总的助理了？不是，贺总他一直都在招新助理，我只是暂时的。没事，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想叮嘱你几句。方总这个人挺麻烦的，不过你只要细心一点，他还是挺好相处的。你记得每天早上要在8点50分的时候给他冲一杯焦糖美式，因为他一般会在早上9点准时到公司，先喝一杯咖啡。如果太早了，咖啡就凉了；如果太晚了，他会生气的。记着，一定不能加奶。这是上班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不要出错哦。上班以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跟他对一下当天的行程。他这个人最讨厌做事没有规律。上午11点是要拜访尚总夫妇，12点我们要去医院，还有下午要去施工。您看一下，除了医院，其他的都可以灵活改期的。还有，你要记得提醒他，每隔2、3个小时就要休息一次。当然，他一般都是不会采纳的，所以你就要找一些事情去请示他，这样也好让他变相的休息一下。方总，您看您晚餐想吃点什么？跟昨天一样。公司附近开了一家火线小吃，还不错，您想不想尝一尝？一天只能喝3杯咖啡，如果他还要的话，你就变相的给他换成花草茶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说太多了？你现在才是他的助理。
没有没有，不是。谢谢你，依然。谢什么呀？改天我整理好一份发给你吧。好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我现在这还有事儿，改天再聊，拜拜。那好，你保重啊。方总，你说 U 盘里的设计方案是你删的？是，也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天，伊人他整理好了资料，我和楚林就想帮他换个造型，好去参加招标会。这也太分了吧！你懂什么呀？这可是这一季最流行的色号，我好不容易托朋友买到的，都没上架了。但是吧，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怪吓人的。要不这样吧，用我的颜色吧，起码还能正常一点。来，我带你去洗手间，先把你这个死亡颜色擦掉，再把你身上这身衣服也换一下，真的太丑了。那叫死亡芭比粉，没见识，土死了！莎莎，别跟他们生气，他们不识货。就是，什么啊？气死我了！当时真的不知道公司的 U 盘都长一个样。出了事之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果然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有设计方案的 U 盘。我才知道，是我用自己新申请的 U 盘换掉了许怡人的。方总，这件事跟伊人没有关系，都怪我。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因为我怕你像开除伊人一样，也把我给开除了。那为什么现在又说了？伊人说，犯了错就要勇于弥补。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弥补了，但是我至少要学会认错呀。方总，对不起。方总，一会儿记得要给客户他们打电话，通知他们。黄总，你好，我是方圆设计的许怡人。你走不走？你再这样，我报警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上次的招标会，因为我的失误，我们公司没有竞标，所以这次我把我们方总的建筑模型带来了，您看一下。黄总，也就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，您看一下吧，您肯定会满意。让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方志友，又怎么了？捡起来！开什么玩笑？我从来不开玩笑，请你捡起来。是我不好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打扰黄总的，对不起。许怡人，你别动。还要我再说第二遍吗？方志友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本来还打算再给方圆公司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不需要。现在我要你把它捡起来，并向我的助理道歉。你不愿意吗？许怡人，报警。
无论他做错了什么，你都不应该欺负女人。你是想现在道歉，还是等到派出所再道歉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黄总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我说了，你亲自跟他道歉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可以走吗？我扶你吧。哎，方总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没关系，这让人看见多不好啊。你要不怕走光，你就尽管乱动，到时候别说我耍流氓就好了。啊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没伤到骨头，冰敷一下就好了。我真的没事儿，可要是得罪了黄总，那华兴的项目就……华兴已经和梁山签约了，来的路上我就知道了。所以不管我得不得罪他，这个项目都没了。所以这一次，不全是因为你。你还真是从来不会让我失望，又摆自作多情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？哦，我怕你不高兴。我知道你讨厌高明，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可是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真的不是这样。所以你们和好了？过去再美好，我和他之间也只剩下回忆了。也许我一直都知道他在骗我，我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。可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被重视、被呵护的人。除了夏地，没有人像他一样对我这么好。也许是一种依赖吧。怎么可能呢？你爸妈呢？对你不好吗？我爸妈，他们在我10岁那年就去世了，交通意外，所以我从小是在舅舅家长大的。没关系的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不伤心。可有些事情，就算过去1年2年，甚至10年，伤口也没有办法愈合。你舅舅舅妈对你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我今天才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明白，
你听到谎言时候的那些感受。原来那些话真的很讨厌。你明白就好。即使你是出于善意，即使你是为了别人好，但谎言终究是谎言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对不起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是下一次别再被我抓到你骗我，否则不会像今天这么容易就放过你了。如果你的助理喜欢你，你就要开除你的助理。是啊，这样他就不用每天面对一个他得不到的人。徐一人，你清醒一点吧。幻觉，这一切都是幻觉。挣钱要紧。睡觉。Hello， 伊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上班啦。谢谢伊人。看来骆小八的新闻啊，也有漏掉的时候嘛。不过伊人你回来真好，终于啊又可以吃到你给我买的早餐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就知道每天都欺负伊人。我欺负伊人，伊人每次给我买了早餐，我可都是给了钱的，你给了吗？我也就1、2次没给而已嘛。那你就是没给啊，我还给了呢。呸！伊人就喜欢。馥芮白加牛角包，你最喜欢的。伊人，我不是不要再提了，就让它成为我们的小秘密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都过去了。你看，我现在也回来上班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谢谢你，伊人。好了，你要是真的过意不去，就再把你的死亡芭比粉借我用用。其实我还挺喜欢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这呢，深色这呢。你要是喜欢，给你。以后要是有什么最流行的色号，我都拿来跟你一起用。拿着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在方圆最好的朋友。哎，莎莎，你这啥意思啊？什么叫伊人就是最好的朋友？我们俩死了？就是，你们也好，但是伊人最好。贺总贺总，贺总早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让他回来的，不用再给我招助理了。你跟我来一下。哦。上午10点是设计部门每周的例会，我和刘工沟通过了。这次虽然没能中标，但是华星的设计方案很有代表性，所以希望你能在例会上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设计理念，也算是给设计部门提升一下业务水平。下午2点约了月亮湾度假村的负责人喝下午茶。下午茶？
不是开会吗？因为是第一次见面，觉得约在公司开会气氛有一些严肃，所以我和对方的秘书沟通过了，改成下午茶。如果你不喜欢，还可以改回来的。不用了，就下午茶吧，挺好的。嗯，晚上我有事儿，所有约会都取消。我知道，今天是诗雨的生日，你们要一起庆生。我一早就把所有的约会全部都取消了。这你都知道？方诗雨一早就发了朋友圈，看样子是很期待的。希望你的生日礼物不要让他失望。应该不会。那我先去准备了。方志友，我们聊聊吧。为什么让许一人回来？当初是你招他，所以我觉得他回来你可能会开心。我当初招他进来，就是觉得他能弥补你的问题。可他现在本身就是个问题。华兴这个项目不是他的错，你知道的。可是他骗了你，你不在乎吗？在乎，所以下不为例。方志友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变了？以前的你，最讨厌别人挑战你的底线和原则。可现在面对许一人，你的那些底线和原则，好像都不管用了。比如呢？比如以前，没什么比你的设计和方圆更重要。可那天见到许一人，你说的第一句话，不是问他设计方案为什么不在 U 盘里，而是问他去哪儿了。你关心的是他，而不是我们丢了华兴这个大客户。再比如说，你最讨厌别人说谎了。可许一人一次又一次骗你，你居然还能让他继续做你的助理。而且我早就说过，我当初招他进来，就是觉得他能解决你的问题。可他现在本身就是个问题。可华兴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他的错。我现在不是在说华兴的事儿，还有你。总之，我觉得他不能再继续留在方圆了。玉婉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亲密的合作伙伴，所以你的意见我一定会慎重考虑。那如果我一定要让他走呢？那你就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。因为我……好，我明白了，他可以留下。但如果他再犯错的话，我是不会容忍的。那要看是什么错了。方之友，玉文，他是我的助理，所有的问题就让我自己决定吧，好吗？哎，各位大姐，这都几点了，还不下班呢？你们都不走，我都不好意思走。搞定了，搞定了。走，赶紧的。好了，收工。哎，伊人，先走了啊。拜拜。好，明天见。一人走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方总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方总，你没事吧？方总，方总，你怎么？哎，方总，
方总，方总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算了，特殊情况。方总，还好吧？喝点水漱漱口吧。我叫救护车送你去医院好吗？不用去医院，你先下班吧。你看你黄疸水都快吐出来了，你这也不像普通的吃坏东西，万一是食物中毒怎么办？还是去医院吧，啊，至少安心一点啊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最清楚，这是急性肠胃炎，没事的。可是你的脸色看起来真的很不好。我知道你晚上要陪你妹妹过生日，可是生日年年有，命只有一条啊。不是，你能不能有点常识啊？急性肠胃炎死不了人的。你不要这么固执好不好？你就算去了，诗雨看见你这样，她也会不好受的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给你妹妹打个电话，让她去你家，你告诉我她喜欢吃什么，我做给你们吃，然后就在家庆祝，好吗？你煮啊？对啊，夏弟说过我的手艺都可以开私房菜了呢，要不要尝尝？那就这么定了，不然我就送你去医院。凭什么？好像我才是老板吧？等你病好了再当老板吧，现在是个病人。钥匙都忘记拿了。你慢一点，方总。不会吧，这么劲爆的？慢点。你躺一会儿，我叫个代驾。生病了还逞什么强？生日不过就不过了呗。这应该让嫣然姐姐直接把你绑去医院。别说了啊！也不知道嫣然姐姐买的这个药对不对。哥，你感觉好点没啊？要不是还是去医院吧。诗雨，对不起啊，我答应过老妈，每年你过生日，我都要代替她陪着你的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你现在不也是陪在我身边？小寿星，生日大餐准备好了，吃饭吧。终于有吃的了，快去吧。先洗手啊。你好点了吗？要不先吃饭吧。嗯。嫣然姐姐，这些菜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对呀，你哥说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满意不？3杯鸡，我好久都没吃上了。快尝尝，烫啊！好的，小心烫，刚出锅的。超级好吃，我的天！大厨米其林3星，比我哥以前带我去吃的那几家贵的要死的餐厅都要好吃。哥，你快来尝尝啊，简直跟妈妈烧的一模一样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你不会收钱了吧？这桌菜可没你的份儿，你有特餐。凭什么我过生日给我哥煮特餐？你也太偏心了吧！对，病人就该吃这个。以前我感冒发烧的时候，老妈就给我煮粥。真可惜，这么好吃的一桌菜，中午和嫣然姐姐吃了。不是我吃什么，我自己能说了算吧？这桌菜是我做的，我有权不让你吃。徐冉，想好了再说啊。现在是下班时间嘛。哥，你就放弃吧，嫣然姐姐那也是为你好，对不？嫣然姐姐。不，这只是我的职业习惯。方总要是生病了，那是我这个做助理的失误啊，所以你就是关心我哥，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你们大人真麻烦。快吃饭吧，多吃点。徐仁是我的助理，只有我自己清楚他到底合不合适，所有的问题
就让我自己决定吧，好吗？再给我来一杯。玉文，怎么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？介不介意一起啊？不介意。来杯酒。你不会是因为华兴那个项目不开心吧？其实你早应该想到了，只要我们梁山想要的项目，就没有拿不下来的。老师说的也对，要是方志友一早知道放弃，就不会白费力气了。谢谢。你和我爸还真的是像，不愧是他现在最得意的学生。我跟老师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一样的自以为是。宇文，回来吧。等华兴项目结束，我们梁山设计在业内的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你知道，梁山一直给你留着位置，而且老师年纪也大了，他特别希望我们这些自己人能够留在自己身边。回来吧，我们可以一起让梁山变得更好。哎，宇文，你不用送我回家了，你病还没好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没事，我已经好多了。今天晚上真的谢谢你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你这样正经的道谢，我还没见过。在你印象里，我就这么难相处吧？不是，是特别难相处。是你不让我说谎的。其实说谢谢是真心的。诗雨已经很久没有吃饭的时候这么开心了。以前他生日，我带他去米其林餐厅，他吃的也不开心。是吗？诗雨今天说我做的菜像他妈妈做的，我还担心他吃腻了会不喜欢呢。怎么会呢？其实诗雨最喜欢吃的就是妈妈做的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他走了，再也吃不到了。方总，你不用道歉，一人一次，扯平了。那今天只见你给诗雨庆生，你们的爸爸呢？还活着，但跟没了没什么区别。怎么这么说啊？是不是我不该问啊？你可以问，但我不想说。跟我来。你不是刚吃过饭吗？胃口这么大。小的时候不想回家，我就买一个烤红薯，可以吃好久好久。师傅，拿一个烤红薯吧。好的。谢谢。谢谢啊。为什么不想回家？贪玩呗，小孩子谁都不想回家。哎，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人吃一个烤红薯，不用跟别人分。说起来有好多年没吃过了。给你一半。你怎么这么快就饿了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女生有3个胃，一个吃饭的，一个吃零食的，还有一个喝奶茶的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连蔬菜都不让我吃，我怎么吃这个呀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那你给我吧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甜吗？
徐一人，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方之友了吧？不行不行，喜欢谁都行，但绝对不能是他。跟他在一起，万一不小心说了句谎话，肯定立马就分手。想什么呢？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了。喂，舅妈。喂，依人啊，休息没有啊？还没，准备睡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呀，就是想问你一下，这个月的生活费……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最近太忙了，我明天，我等会儿就打给你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舅妈也没有催你的意思。今天呀，我跟你舅舅还有小晴，我们吃完晚饭就聊天，想起你了，舅妈想你了，所以给你打个电话。那你早点休息吧啊，晚安。舅妈晚安。徐一人，好好看看你自己吧。你和方之友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别再浪费时间做白日梦了。没有奢望，你就不会失望。走，就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哇！看啥呢？赶紧工作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方总被他那个新助理给睡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从哪儿来的消息啊？我是手机群里他们发给我的。哦，可不是玩玩，据说房子都给他买好了，还是方总亲自设计的呢。真的吗？可我记得方总不是跟贺总青梅竹马的一对吗？哎，这你还别说啊，前几天啊，我听小刘说，方总和贺总在办公室大吵了一架。我看啊，多半是因为伊人，贺总没戏了。我说骆小八，你这次真的是害惨伊人了。你让他以后在公司怎么混呀？我怎么就害惨他了？谈个恋爱而已，人家又没结婚，真是。洛阳，你说什么呢？伊人，那个我们就是莎莎，去哪儿？我溜达会儿。说，就我之前看见你们跟方总在，然后我就以为你们俩在谈恋爱呢，然后我就告诉什么大家了。我和那个灭霸。
谁会关心天黑他去哪？等着月亮把夜全部擦亮，整个喧嚣世界该停下了。目送欢呼如潮汐都落下，回到房间总自问自答，孤单总不声不响，却像张望笼罩下，身边越是安静，心越是喧哗。旋转木马高楼大厦，翻插着生活，有谁看见乐观背后要脆弱？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无声汹涌，镜子里的自己，哪个更像我？从镁光灯回到角落，翻插着生活，好多疑问丢进时光灯下落，躺在房间却像漂浮宇宙的黑洞。